带你来关注到，除了国内的议题之外，当然美国大选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倒数阶段了，大家都在看到底接下来谁会当家美国。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现在美选的情势真的好诡谲哦，贺锦丽是不是真的有点危险了？因为美国7大摇摆州似乎呢民调都是川普全赢。我们带你看到的是包含了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威斯康星州、密西根州跟宾州。目前看起来，这民调似乎都高于贺锦丽。那么你可以看到呢，根据 ABC News 最新民调显示，在全国的民调上，虽然贺锦丽是以47.9%领先川普的46.9%，但是差距只有1%。所以到底最后呢，谁会拿下胜利？这真的现在谁也说不定。那么共和党的票仓爱荷华州现在民调倒戈了，川普就气炸说不应该公布。过去的爱荷华州都是共和党的铁票仓，但是这一次显示，贺锦丽竟然在这个地方领先了川普3%。那么贺锦丽在共和党的铁票仓领先了。美银花旗却逆风喊说，川普胜选应该要卖美股。美国银行分析师说，如果川普赢了，可能会导致减税跟移民限制，将推动通膨，引发美股反弹，投资人应该考虑要赶快来抛售。而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川普狂言是不是害惨了自己？发生了什么？川普胜率现在跳水，川普交易也齐跌，川普的支持度一周迅速下滑10%，从博彩的胜率的稳占优势又变回了势均力敌。主要就是因为在蓝强的爱荷华州，主要它的民调下滑，这份民调显示出贺锦丽因为女性选民的支持率增加而崛起。所以这一回，美国的女性选民可以说是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现在宾州要冲刺了，川普称媒体是防弹玻璃，不在意记者挨子弹。他说拥有这片玻璃，我们要的有的是假新闻，要射到我必须穿过这些假新闻，而我根本不太在意这些事情。他们是我的玻璃，看到了吗？这些人是我的玻璃。那么川普的狂言一直在齐发，取绰号游戏也还不腻。川普各州取名一览，这些地方变成污蔑地狱。他说，美国就像垃圾桶，让世界其他国家抛弃他们不想要的人。拥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城市正在腐烂，确实是血坑。芝加哥比阿富汗危险，亚特兰大就是杀戮场，华盛顿是老鼠出没、涂鸦猖獗的屎坑，甚至讲到波特兰是被烧毁的城市废墟，旧金山也被摧毁。那么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就担心了。川普狂言齐发，那如果川普跟贺锦丽两个人的差距真的是非常的小，选后会不会变内战呢？因为美选倒数一天，华邮就说了，有7套剧本在摇摆州可能出现。第一个，贺锦丽凭借着蓝强胜出，在密西根、内华达、威斯康星州跟宾州来胜出。那么也有可能川普通过东部来险胜。那么关键的就是在宾州、乔治亚州跟北卡。那么或者是川普在阳光地带胜出，像是哪里呢？南部的亚利桑那跟乔治亚还有北卡。但是也有可能是贺锦丽大胜，因为女性选民至关重要，强力支持她。那么现在也有可能是川普大胜，因为大家不满拜登的经济政策。那么另外一个剧本就是不确定性，会有突发的变数，甚至连平局269比269都出现了。现在7个摇摆州左右了美国总统大选。纽约时报预测开票的速度呢，说有一个州恐怕9天才会开完。他说，亚利桑那州有11张选举人票，跟内华达州有6张选举人票。多数的选民是用邮寄的投票，所以点票作业是相当费时。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呢，选后9天，泰晤士报才宣布亚利桑那州是拜登拿下。所以现在美国大选选后民调出炉，有大概1成的人担心，接下来美国会不会因此分裂爆发内战呢？光是提前投票阶段就传出贺锦丽办公室遭枪击受损，甚至呢还有投票箱被纵火，超过25%，等于是1/4的人认为，不管谁当选都会发生骚乱，甚至有10%的人会认为美国内战是不是要发生了？川普败选的话，粉丝会不会暴动？川粉直接说枪已上膛，准备好了。川粉说，作为共和党的选民，枪已上膛，这是不是在暗指说，如果川普不当选，他们就不能接受，就会有更多举动？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现在摇摆州的民调？我那个 Iowa 上2次选举都是共和党赢啊，所以不过他只有6票，那个我认为他不是关键的啦，因为他票太少啊。Arizona 比较大啦，Arizona 有11票，对
然后现在重点是宾州啦，宾州有19票，所以其实这些州基本上影响还是比较大啦，就是还是看它的票数啦啊。比如说那个乔治亚有16票，对，密西根有15票，这些才是关键的啊。北卡16票啊，所以如果川普赢的都是这些15票以上的州，那输掉爱奥瓦算什么啊？对不对？因为你那个列的表，这2个是互相冲突的。啊，川普是7个摇摆州都赢，那总票是输啊，这个真的可能就是这样哦。为什么民主党总票数会赢呢？因为加州的人口太多了，对，加州的人口将近4000万，那你民调反映的就总人数啊，所以一般研究美国选举的会说，贺锦丽总民调必须要赢2.5以上，对，他才稳赢啊。这个只有赢1%，所以很难讲。不会输。你若只赢1%，你会输。对，就表示在一些关键州，你实际上是不容易赢的啦。那我觉得现在比较麻烦的是通讯投票破纪录了，通讯投票大概有7500万，哇，那大概是总选民的45%。那你也知道美国的开票嘛，它实体票先开啊，那可能又重演历史啊，就是实体票开完，川普已经赢了，然后一周川普被逆转。这可能性非常的高啊。对，你去想一想嘛，那川粉一定围着那个投票所在那边看开票啊，然后就看到通讯投票开，然后一直被逆转，所以你说会不会出事啊？而且大概半年前啊，那个时候川普就已经在鼓吹川粉要去各个选务所去当行政人员，所以我跟你讲，里面有不少可能是川粉。那反正就是我认为这个是这样啦，这个事实上川普上次败选，那虽然他的川粉们去包围国会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拿枪啊，所以我坦白说我认为川粉的暴力性搞不好还不及左翼啊。比如说这次选举是谁在被暗杀？都是川普对，川普被暗杀2次你有听到贺锦丽被暗杀吗？没有吧？没有。是啊，所以我跟你讲现在大家反而会担心极左翼，因为我跟你讲，选举是一种情绪啦。对，这个选到最后支持川普的人基本上是认为贺锦丽就是无能，你没有资格大概是这种评价那问题是，或者是你是激进左派啦，根本没有接地气，大概是这一类的可是左翼的人认为川普是希特勒，所以我跟你讲，他们对川普当选之后可能有些作为的恐惧我认为是远远超过川粉对贺锦丽当选的恐惧。对，那政治就是这样啦，你越恐惧越有仇恨那越有可能出大事所以我觉得到底是谁会暴动还很难讲。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宝珍哥，你又是怎么看呢？就川普原本民调已经往前领先，但是后来又掉10%，有人说就是因为他那一张嘴您怎么看？的确是美国还有一个网站在综合这种民调，然后它每天都会变动的，叫538网站。538就是因为所有的选举人总数是538的意思你看它每一天几乎都变动，然后川普有时候赢，然后贺锦丽有时候赢，为什么会这样呢？实在是这一回拉得太近了。因此你刚刚弄的那一张说这个 Atlas Intel 说川普在7大州全部都赢这个呢我就觉得看看就好。我看到一个另外一个资料是上海复旦大学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合作研发了一个网络智能仿真框架来做 simulation 就是模拟他推估2024年大选在15个摇摆州，他的这个州扩大一点，不止7个，贺锦丽会拿下11个然后他这边有好几个州，我这边有数据，这样看得到吗？看不看得清楚他都是以压倒性的胜利，就是贺锦丽在3个铁锈带的州还有Iowa 都会胜利。
那他认为他的这个预测呢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他有100万选民作为他的那个基础，所以我们也可以听听看。如果你问我个人意见啊，你认为说问我说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会压1半以上，我压贺锦丽会胜利啊，会在最后呢逆转。因为就拿爱奥瓦州来看啊，他得到的支持是拉走了川普过去所得到的白人妇女选民。过去白人妇女选民呢是比较支持川普的，黑人妇女、男性都是支持民主党、支持拜登、支持贺锦丽比较多。但是他在爱奥瓦能够逆转啊，主要就是很多白人妇女转向，还有中性的选民、非两党的选民呢转向，觉得说这个川普有点可怕，有点糟糕，口无遮拦，乱讲啊，什么话都讲啊，还说我会保护女性，不管他们要不要，我都要保护。哇，这个在女性听了觉得是吃我豆腐，是不是啊？所以这一点呢，很可能在这几天啊，都会有我们所惊讶的逆转。因此，如果你问我个人，我会认为贺锦丽不是没有机会。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韩冰哥，因为现在还在美国里面有一群人很担心，这选后因为拉距很近嘛，可能会有内战产生，你觉得有可能吗？你说内战会不会产生？这个几率当然很不大。可是你说会不会有一些混乱暴动产生？我觉得多少都会，因为上一次其实就演过一次。那川普的又是很容易煽动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情况对他不利的话，他会不会又有一些煽动的言辞出现？那如果他一旦做了这样的一些言辞，他的支持者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就很难讲。那当然，现在各家民调其实有的说贺锦丽领先，有的说川普领先，可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差不多这样。那你们这边举的这个民调是说7个摇摆州都是川普领先，然后甚至说是爱荷华现在那个贺锦丽已经倒赢他3%，可是实际上这个民调应该是有误的，也就是他好像这个民调好像只是爱荷华首府德梅因的民调。如果是一整个爱荷华州的话，另外一家民调显示川普现在还赢7%，但如果只赢7%，也表示他比上次缩水。他上次跟拜登选2020那一次的时候，他赢8.2%，他跟希拉里选的时候，他在这边赢了9.5%，所以表示他赢的领先也在缩水当中，没有以前领先那么高了。那当然，现在到底是怎么样都很难讲。比如说这个赔率的问题，甚至有人说最近突然之间出现一些不当交易，一大堆人拼命买那个贺锦丽会赢，所以就让他追。因为赔率这种东西很难说，你知道，有的时候赌盘有人想赚这个钱哦，这个都很难讲。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平常心去看。那只是在彼此就是大家拉距这么近的情况下，那开票的时间可能就会拖非常久。上一次大家记不记得，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川普赢了，对啊，然后后来第2天就开始变猪羊变色，然后就慢慢一直到第5天才确定拜登胜出，第5天哦。那这次要拖多久我不知道，因为到前天已经有7500万张通讯投票已经先投了，然后再加上这2天，这次通讯投票搞不好上亿张。你想想看，这些通讯投票光是要计票就不知道计多久。对啊，因为他们那个选制很麻烦的，然后他们美国又是用计票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那个计票机，我觉得他们搞那个机器之后比没搞还复杂，你知道吗？那个搞到最后更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你时间拖得越长哦，民众那种焦虑的氛围就会越大。那所以我个人希望就是说，不管是贺锦丽也好，川普也好，最好赶快有明显的差距，因为有明显的差距的话，大家就比较输得心甘情愿，比较输得心服口服，这些动乱就不容易产生，对美国人对全世界都比较好。好，那么我们除了这个美国大选局势之外，我们还带您看到在国际上面中东的局势，当然也是引发很多的关注。我们现在带您看到的是，现在川普感觉当选的几率并不低，但是谁最怕他当选呢？恐怕就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了吧？因为川普如果当选，欧洲可能就变心了。匈牙利总理就说他要考虑不援助乌克兰了。奥班直接说了，如果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欧洲就要重新考虑对乌克兰的支持，因为欧洲大陆无法独自承受战争的负担。话讲得那么白，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没有要帮忙，我也没有要帮忙了。那么，俄乌战争，俄罗斯现在已经对149个地区的乌克兰军队发动
动攻击。俄军现在加强攻势，针对乌克兰149个地区的军事阵地发动攻击。这回大规模的攻击代表行动已经升级了，凸显俄罗斯为了重获控制权跟削弱乌克兰防御而进行的战略推动。尤其是现在要进入到了冬天了，恐怕对乌克兰来讲是越来越不利了。乌克兰的高级议员表示，在动员放缓的情况之下，乌克兰还需要增兵50万。乌克兰原本目标是16万的新兵上战场，但是国防委员会秘书科斯坚科认为这还不够，因为现在必须要增加到50万名。但是人在哪里呢？而且我们刚刚讲到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冬季的状态，能源当然就至关重要。尤其俄罗斯不断的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来做攻击，能源的短缺现在是迫在眉睫。乌克兰面临最艰难的冬天。透过这张图，你可以看到乌克兰的冬季危机，几乎整个乌克兰都笼罩在这一片红彤彤的危机里面。基辅啊，光是这个首都，每天就要面临8到20个小时的停电。ICIS 的顾问公司东欧能源市场专家表示，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可能已经不够满足今年冬天的需求。那么现在中俄朝是不是同盟了呢？配备60里的迫击炮，乌军说至少7000名的北韩兵被俄罗斯运到了战争前线。俄军投向乌克兰战争的北韩军提供各式武器的装备，有60公里的迫击炮、AK-12步枪，而且透露运输机将超过7000名的北韩士兵到附近的战争前线。而且现在有人说拍到了俄罗斯装甲车疑似在战场抛弃了北韩士兵，就是这张照片呢。他们说先前传出跟乌军遭遇了北韩40人小队被歼灭到只剩下1个人，现在有影片揭露俄罗斯的运兵车似乎呢在战场上直接把北韩士兵给丢了下来。那么现在呢，你可以看到了，北韩既然都这么大力的来挺俄罗斯，怎么俄罗斯的阅历还不见他的身影呢？可以看到呢，这个封面俨然这个俄罗斯2025年的阅历，有肌肉男普丁，有肌肉男习近平，怎么就是不见肌肉金正恩呢？那么他们可以看到说，这2个人都被画成金石的肌肉男，背景也是莫斯科红场建筑地标。虽然北韩已经投入数千名了，已经给他兵了到俄罗斯去作战，但是给兵了之后，竟然还没有看到任何北韩元素在里面。有人说是不是有点真心换绝情？好，再来带您看到的是，现在俄罗斯苏-57隐形战机第一次到中华来，预计要参加珠海航展。11月12到17第一次到中国的俄罗斯最新逆踪战机苏-57已经飞达了太原。而现在俄乌牵动了地缘政治的局势，你可以看 B1B 领军，美日韩联演反制平壤。美国的空军、日本的航空自卫队跟南韩的空军战机11月3号在济州岛东部日韩防空识别区举行了空中联演，要跟北韩传达明确嚇阻的决心。据报，日本安保局长今天要会晤大陆的外长王毅，商讨2国领导人峰会，还有北韩派兵增援俄罗斯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日本国家安保局长秋叶刚男跟王毅2个人会晤，那么他们要讨论北韩派兵到俄罗斯这件事情，也要磋商中日领导人峰会。只不过现在印尼似乎已经外交转弯了，第一次跟俄罗斯参加联合军演。印尼过去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拒绝为俄乌战争或美中对立之间选边站。可是奇怪了，这印尼总统现在却不顾西方国家的施压，主动来跟莫斯科寻求更紧密的连结。有人就说了，这印尼现在已经开始转向了。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那个泽伦斯基是真的很怕川普当选吗？这当然啦，因为川普他说他当选之后就要立刻斡旋停火嘛。对。那停火你不用领土换和平，怎么可能呢？现在的重点倒不是领土换和平啊，是乌克兰如果没有安全的担保，谁敢去谈啊？对，我认为如果没有谈出一个安全担保的架构啊，即使是局部的啦，也要有方案，不然我认为现在没有人能够代表乌克兰去谈啊，你立刻会被那个国内的人认为你去投降，而且可能会被暗杀，因为目前乌克兰是这个还坚持打的，通通都是鹰派啦。就包括亚速营啊，以前那些人啊，对，那所以我认为川普在还没有就职之前，你怎么担保？因为你还没有权利啊，那拜登又不听你的，
所以我是觉得，可是就是说，川普就职是1月20号，可是泽伦斯基之前不是也打给川普吗？这个关系，问题是你没有上任啊。我因为川普一直在叫嘛，就说他要赶快结束这样。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拜登不负责任的地方啦，因为你时间耗下去，欧洲现在愿意提供军援的国家也越来越少，是，那乌克兰一定会越来越比较没有谈判筹码嘛。对，尤其是你现在就要进入冬天了，乌克兰冬天是很冷的而且它目前有1/3的电已经被人家摧毁了，所以现在是从波兰那边紧急送过来，那还有就是核电厂，那核电厂因为你不能破坏嘛，可是你也不能够说俄罗斯不敢打它的输配电啊，所以你是核电又怎样？我就攻击你的输配电啊，那12月、1月、2月怎么办？乌克兰这个地方只要没有电，真的没有办法生活了，太冷了啦，目前已经有1/3电厂已经被摧毁，所以有一些地方停电已经停到16个小时啊，所以等于是只有晚上有电啊。对，一天只有8个小时。是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真的不认为他还能够耗下去了，而且说什么征兵16万，我看不是征兵吧，我看是拉夫吧，我认为他强制当兵越来越明显了，那敌前逃亡也超过10万人，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打下去了。我认为俄罗斯现在打得比较慢是因为他在赌川普会当选，所以我干嘛那么认真我现在打的地方搞不好还要还呢，我死那么多人干嘛因为俄罗斯真的比较有正当性的，就是已经公投完的部分。对。可是我们知道他打库尔斯克之后，俄罗斯又不断的往前打嘛，现在已经打到距离红军城只有10公里啊，那这个不用还吗？这个要不要还？这个是你的公投以外的面积而且要还的，可能也有1-2千平方公里累积到现在，所以我认为俄罗斯大概在想，如果川普真的赢，然后要介入要斡旋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有些领土要还给人家吧？那已经公投完了，我认为他不可能还了。所以就是顿巴斯、赫尔松、扎波罗热，他都不会还更不要讲克里米亚可是最近打的要不要还？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了那所以我觉得两方面，我现在都没有看到处理。就他新打的领土要不要还？这没有公投然后乌克兰谁敢去谈？你没有安全担保，谁敢去谈你等于是没有任何筹码这个时候，那个中国大陆提方案也没有用啊。中国大陆愿意担保吗？对不对？对。不然我怎么知道俄罗斯以后会不会再打我？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要问一下韩冰哥，有人说这北韩兵到了这个战场去，竟然被抛弃，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其实现在关于北韩兵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各种传言很多。之前我看有报纸还绘声绘影讲说，哇，有400名那个北韩的士兵直接被歼灭，只有1个人存活，什么什么的。就后来被发现那一段影像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个模拟游戏的影像那根本就不是真的影像。然后现在这一段影像呢，其实也不晓得到底是真是假。对。然后甚至南韩那边有媒体报道说，有一个北韩士兵呢控诉他们一个小队40人全部被歼灭，他躲在尸体下面才侥幸生还，然后还是抄北韩腔在那边讲怎么样被俄军这样子欺骗因为俄军本来说他们只会负责在库斯克那边守阵地而已，结果没想到直接就让他们送上火线。那问题来，那个到底是真是假？老实讲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人能够证实，会不会是情报战？对，那个时候搞不好还没到库斯克。是啊，所以这些都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然后特别是根据我对南韩媒体常年的观察，只要是关于北韩的新闻，他们有多夸张做多夸张，所以我们大家看看就好。这个到底真假不知道，因为照理来说啦，就是他如果才刚刚去的话，
你说一开始就会直接让他融入跟俄军协同作战吗？我个人是有点怀疑，因为他们对战场相关都不熟悉，很多东西都搞不清楚。你直接把他丢到那边，让他跟俄军协同作战，那搞不好他们自己人都会先打起来，因为你彼此辨识都不见得辨识得出来。所以我是存疑啦。不过北韩兵被派去后，我一直认为说他比较是可能在库斯克这个方向，因为他们双方是共同防御的协议嘛，所以他在库斯克那边帮俄军守是有道理。如果他去入侵乌克兰，就变得没道理。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如果北韩真的有去，那帮助他们应该是在库斯克这个地方，应该不至于到乌东这个地方。那可是现在不管怎么样，整个局势对乌克兰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妙。你说他本来要征兵16万，现在说扩张到50万，我就想请教一下，你们去哪生这么多人？你现在连抓拉夫都拉不够了，请问一下，你去哪弄50万？那50万人他的相关的补给啊、武器啊、弹药又从哪里生？现在前线的状况已经很糟，他们很多前线部队都缺乏武器，对，弹药也不够。那你一下子弄50万的大部队，你拿什么去武装他们？根本没有嘛。所以我觉得这根本是天方夜谭。现在对乌克兰来讲的话，他们大概就只能够祈求寒冬来的时候，先想办法撑住，像让俄军的行动也被迟滞，然后大家都不要做太大的一个冲突，然后想办法熬过这个冬天。对他们来讲，大概是目前最好的期盼。可是问题是，接下来就是美国大选，可能就是要决定他们未来的走向。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川普上来会不会直接就来终结乌克兰战争，或者是说贺锦丽上来的话，会不会继续供给他们武器继续打下去？其实我个人是认为，就算美国愿意继续供给武器，以乌克兰现在的状况，除非各国真的有生力军愿意加入他们，你光给武器也要人呢。对啊，你没有人怎么打这场战争？俄罗斯到现在征兵动员的状况还没有像乌克兰这么严重，那他等于还有另外一只手还没使出来，可是你乌克兰已经几乎用尽全力，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乌克兰真的能打下去吗？可是现在麻烦就麻烦在哪里？现在也不是第一个不是泽连斯基说要停就能停，第二个中间想要就是帮忙协助谈和平协定的国家，恐怕都使不上力。我觉得唯一能够使得上力的就是美国，可是美国愿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真的很难去讲。我觉得希望天佑乌克兰早点能够获得停火，对大家都是好事。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不过我们这一节要来请教一下张大哥，你怎么看？尤其是现在印尼好像有点大转弯，原本不表态的他们，现在竟然往俄罗斯去靠拢了。是我看见印尼这个新闻说要跟俄罗斯联合军演啊，我内心其实是蛮有感叹的。就是我们亚洲或者说东南亚很多国家啊，常常被迫要在两大阵营之间选边站。大家可能回忆一下啊。这个印尼最早，他在2020、2021年的时候，他说他要买俄国的苏凯35，也要买中国大陆的军舰、巡防舰。结果呢，美国当然就施压啊，说怎么可以都买中俄的东西？然后那美国提出的一个交换条件，说我可以卖你这个 F-35，哇，那这很好 ，F-35是非常前进的战机。但是这个印尼也考虑啊，我买的这个 F-35，它的维修维护成本还有各方面的后勤作业，那个支出是非常庞大的。这个连美国自己啊都觉得 F-35是非常昂贵的投资哈，砸在手上不知道怎么办。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节要从国内政治带您看到国际的局势。那么加入我们这节的来宾，包括有耶鲁政治学的博士郭建亮，亮哥午安；大家平安。还有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寒冰哥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张宝珍，宝珍哥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当然了，今天讨论的焦点就是，赖清德执政之后，这个弊案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尤其是陈启玉现在通气照曝光了，
涉嫌光电弊案逃亡，赶快送到警政署制作一个查缉专刊。台南地院呢1号呢召开台盐的绿能光电羁押庭，结果陈其钰没有到院检发拘票，而且动员了台南、高雄检警调、海巡动员数百人全力通缉，到现在个吹波浪。今天上午10点呢，南检正式对他发布通缉，现在通缉照也曝光了，被火速送往警政署制作查缉专刊。不过上一节节目我们就讨论到这张照片有一点猫腻，因为这个照片的背景竟然是在民进党中央。那么现在陈其钰交保后消失不见，在台逃亡抓不到，背后是不是有藏镜人在帮他指点呢？那么有人就对比了，你看他这个案子，狼都跑掉了，之前呢，还找不到人。那么你看看柯文哲跟橘子现在被说是一个亡命鸳鸯，前幕僚说民众党的群主出现了这样的言论，这个前幕僚就是 Grace 吴静怡，他说呢，民众党群主出现大量刻意用外逃通缉犯查无橘子的逻辑，误导成橘子根本没有被通缉的言论。他说柯文哲成了土城无尾熊，徐子瑜就成了袋鼠继续逃，孤注一掷的亡命鸳鸯。现在呢，这个馆长听不下去了，馆长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你以为柯文哲1月会出来吗？他现在没有打算让他出来啊！我已经看到3立新闻在洗风向了，真的很扯淡。摆明人民拿他没办法。他现在要搞一个，我看到新闻在做一个梗哦，他现在铺梗了，那其实很危险，因为每次3立民视、镜周刊报什么，我们的法院就会跟着做。好，可以听到馆长说呢，现在好像绿媒报什么，这个检调就跟着走。但是呢，现在他们说机会来了，因为民众党内现在发现，这主席可能没有那么快回来了，总要有人来代理这个党的方向，是不是黄国昌就有机会了呢？但黄国昌说，在工作岗位上还是要把事情做好。那么有人就认为赖总统操纵柯文哲的议题，现在会不会反而被反噬呢？而我们带你看到最近还有一个很夯的议题，就是这个周末，不晓得您有没有去看刘德华的演唱会？这刘德华的演唱会议题真的是包山包海，从一开始的台风差点取消，歌迷呢是殷殷期盼，到后来这个歌单也被立委挑毛病，这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呛刘德华说他是媚共艺人，结果现在呢被说翻车。那么呢，有这个评论员罗旺哲就说了，他说这个房东跟房客恐怕还会被2刷。他说你看哦，刘德华在台湾唱歌曲《中国人》，被王定宇质疑是媚共艺人，演艺圈知名的制作人邱黎宽姐直接跑到他的脸书下面去留言开炮，还用我呸呸呸来下面形容。那么罗旺哲就说了，看完这几天的状况，他发现哦，这王定宇发这样子的文，不仅没有同伴的声援，看到蓝勾勾的都没有来帮他这个站下，反而让他自己翻了车。甚至他讲到了，这个还会让他陷入3个尴尬，其中的一个尴尬就是当年轰动全台的房东房客故事，现在可能被大家拿出来再度2刷，因为有很多的华嫂真的是很生气。他说这恐怕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号，那么王定宇的抗中目的恐怕是没有达到的。不过你看到在高雄呢，最近不是演唱会商机很大，他们现在也公布了这即将到来的跨年演唱会，他们请到2大咖，包含了谁？包含了卢广仲跟徐佳莹。只不过有人就讲到了徐佳莹，过去呢，徐佳莹不是也讲到了他祖籍在成都，而且外公外婆都是简阳人，过年要用四川话拜年，所以网友就在问了，如果以民进党这样子的标准，那是不是徐佳莹就不可以邀请他来唱这个跨年演唱会了？所以这个民进党是不是双重标准呢？好，那我们再带你来看到是中共现在对台威慑的下一步将在台海实施登检。有官员指出，中共首度有万吨级的海警船参与军演，那么接下来将会持续进行了这些灰色地带的侵扰，可能会派出海警在台湾的周边的海实施登检。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了寻求4连任的正当性，有意在任内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但是在没选后都不能轻忽中共所有的军事行动。那我们在带你看到的是，这罗文嘉专访的时候，他自己就讲了，过去大家都讲92共识，他现在抛的是26共识。他说和平之路，他认为对岸已经在谈了。虽然很多人认为海基会都没有在协商，但协商前的协商，这比协商还重要。当对岸说除非接受一个中国才能谈，这就是在谈了。这句话讲完之后，很多人都不飒飒，请
请问你到底在讲什么？有人说这是不是有一种自问自答的感觉？而现在赖清德不是把中华民国提在嘴巴上吗？那国民党要怎么应对呢？赵春山说不用害怕提统一，他说既然中国一定要统一台湾，那国民党应该提出对应的合统方案，跟中国的一国两制做抗衡，不用害怕谈统一，但是国民党也有他自己的方案。那联合报社论就说了，中华民国论述难掩绿色转型正义的撕裂。总统赖清德最近频频提中华民国相关的论述，日前甚至还在民进党中常会说明，中华民国是团结国人的最大公约数，但是与此同时，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工程却逐步进入到了深水区，所以有人就认为，仿佛只是绿营用来包装去中国化的工具。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最近的弊案，甚至到刘德华的演唱会？这个陈启玉主要是从南检到南院那个过程给人家就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做了，比如说。南检他提声押，然后被南院驳回嘛。对。那南检为什么没有提防逃机制？他完全没有出入境也没有，然后要不要有电子脚镣监管也都没有然后第二次抗告嘛，对。那抗告28号就通过了，结果南院排的时间是10月31，为什么要隔3天？为什么要隔3天？你去看郑文灿。跟柯文哲都是隔天，为什么陈启玉要隔3天？我认为陈启玉如果逃跑，就是那几天跑的，因为他认为第二次羁押庭他可能会被羁押。那你给他3天，他不是刚好可以跑？而且没有禁管，他直接坐飞机就走了哪里有需要做统治？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充满了奇怪的地方啦。而且南检，你如果是用33路搜索。而且真的收到了蛮多事证的，还有人跟人的关系都调查完了，为什么会没有防逃机制呢？所以坦白说这个南检跟南院，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台湾真的是民主国家吗？对于南检南院这样的行为我们监察院怎么没有一个监委要提调查？没有啊。上次南院判的那个议长贿选案。11个人改口供，全部无罪。我们监察院也没有人要提调查然后我们的法务部或司法院也没有要开评鉴会议都没有所以变成司法官是没有办法监督的你没发现吗？那当他做得很离谱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柯文哲这个案子，北检也是很奇怪你如果有去看一些细节你就会发现。彭正生被延押对，那违背职务收贿那个罪已经删掉了。彭正生被延押，他的罪名是图利，还有财产不明。请问为什么彭正生违背职务收贿就不见了？那你去想一想柯文哲没有透过彭正生，怎么可能通过金华城的案子？那你认为逻辑上有可能这样吗？柯文哲收了钱，彭正生没有收钱，然后彭正生去开都委会，把金华城扩大那个容积，把它通过，有这种逻辑吗？这逻辑太奇怪了吧？北检要不要解释一下？因为北检现在整个脑袋都在想因为橘子人在日本或者在澳洲，然后他的逻辑都跑到那边去了。问题是柯文哲如果没有彭正生协助违背职务收押，有可能成功吗？收贿了，违背职务收贿，你告诉我逻辑是什么？而且你看这4个人被延押沈庆金、应晓薇、柯文哲，这3个人都有违背职务行贿、违背职务收贿，就只有彭正生没有，怎么可能这样办案呢？彭正生怎么可能跟这个案子？他如果不，他就是金华城都委会的召集人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北检的逻辑是什么。我认为北检现在大概就希望橘子不要回来了，那他那个就只好草草起诉了，那就用图利罪起诉，因为他找不到金流他现在在担心是橘子如果真的回来，
还是找不到金流，看你怎么办。看你怎么办，这才是北检的问题啊！那可是因为橘子现在没有回来，他就可以赖说因为他没回来啊，他藏在海外啊。我请问你啊，柯文哲如果有找人把钱汇到海外，这个金流我们会找不到吗？你知道我意思？我跟你讲，我们台湾只要找到相关人，你那个钱怎么出去的，一定对得出来。对，除非你又是找到一个陌生人，那这个案子几乎可能查的人，通通都已经浮上台面了。所以你说是放在橘子的日本账户吗？澳大利亚账户吗？这个会查不出来。你要骗谁啊？冷钱包嘞，化粪池嘞，去挖了没？真的是越办越丢脸啊！我就看你怎么弄啊！什么这个严押之后还要审判继续关，我看你怎么关。图利罪可以再关哦，我笑死人了。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韩明哥，你怎么看这个王定宇骂这个刘德华是媚共艺人，结果反而被邱黎宽骂？他被骂刚好而已啊，这叫自取其辱，这没什么好讲的。因为老实讲啦，我觉得王定宇他是怎样？他以为说平常台湾的这些艺人，周杰伦也好，五月天也好，这些都大咖，那他骂怕这些粉丝会找到他头上。那他想，我今天骂个港仔总没事了吧？反正港仔这个，而且年纪也比较大一点了，所以他想说，应该不会有很多年轻人支持他。结果没想到，马上被反打，真是丢脸到极点。而且华嫂都跑出来了。是啊，然后他自己也丢了，他自己也整个收回去啊。你看这几天，民进党的一个一个都收回去，只剩下李宗宪这个傻瓜还在那边叫，就是这样，搞不清楚状况。因为他们知道你惹错人了嘛。然后说，刘德华对台湾的贡献比你们这几个家伙都大多了。人家是台湾有什么天灾人祸的时候，人家出钱出力。那你请问一下，你王定宇在干嘛？你王一川在干嘛？你吴欣岱在干嘛？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怎么好意思去讲人家？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如果以后你们要组成这种纠察队，可以啊，你就一个一个纠察，我看你敢不敢啊？你要把台湾的艺人全部都逼到中国大陆去，那也是你的选择啊。看你要这样做就来啊，看到时候你们的粉丝会不会反噬。然后讲那天刘德华这4场演唱会里头，有多少民进党的人也坐在里头，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你们要这样玩，就随便去玩吧，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想刘德华也不会在乎，因为对他来讲，你以为他是来台湾赚钱的吗？老实讲，人家是因为10几年没有看到他歌迷了，人家来回馈歌迷的。以刘德华今天的身价，他根本不需要做这件事，所以自己去想一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陈其玉，老实说，在我看来就是检院合起来一起重放他，就故意演这出戏把他放走。那监察院也不会查，为什么？因为监察院院长就是他以前老板，他就局系的。对啊，所以他怎么可能会去查他？对，就局检你就继续睡吧，没关系。那我就觉得柯文哲这个东西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找不到直接的金流证据。这吴静怡，我真的怀疑他中文有没有学过？什么叫亡命鸳鸯？有没有搞清楚？是怎样？他们两个是情人还是怎样？然后他们俩，柯文哲明明被关在里头，他是要什么亡命鸳鸯？他又跑不出去，他人关在土城看守所。你到底知不知道中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不要乱扯一通好不好？但是呢，馆长的忧虑，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也就是今天就算金华城案我办不了你，我还有其他的案子啊，政治献金案呢，还有那个北市科案呢，第一雨果案呢，我反正这么多案子，我找几个就一直弄。所以我个人认为1月5号他不见得走得出来。搞不好会被用其他案子的名义继续延押，他就把几个案子弄在一起办。以前检方也不是没干过这种事啊，但是只是这个事情是会引起政治风暴，就看北检自己怎么去衡量。那大陆现在当然，他对台湾是步步进逼。我们最近不是传出来说，我们规划一个滨海作战部，是要以24海里为基线，那还得了？就被人家直接亲门踏户。可是看起来我们是束手无策了，然后我们的官员一个一个又无能啊。罗文嘉讲那个什么笑话，说什么对岸说除非接受一个中国才能谈，这就是在谈了。你在干嘛？你有毛病啊！要蔡英文8年都在谈。是啊，那表示我们一直都没中断，大家谈得很高兴，是这样吗？你在讲什么啦？人家的意思很清楚嘛，如果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人，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你就不用谈了，就这个意思啊。
罗文嘉不可能听不懂吧？你在那边自嗨什么东西，我都搞不清楚状况。那赖清德真的要拥抱中华民国吗？如果要拥抱 ，OK 啊。但是赖清德自己要说服你们独派这些人啊，你说服得了吗？辜宽敏的遗孀，你看一个一个基本教义派的人、台教会的，一个一个都跳出来了。赖清德会继续再往下一步走吗？我不认为会。我觉得赖清德就是想要在这中间摆荡，想要看，假装好像是中立，可是实际上还是要往偏独派这项方向去。那你认为我们都看得出来，老共会看不出来吗？所以我觉得这一招根本没有作用。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宝坚哥，你怎么看叫罗文嘉提出的26共识？好，他说的这个海协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已经有答复了朱凤莲就是等于说给罗文嘉还有给我们台湾呢再重新讲述一遍当年的9·2共识是什么。他说9·2共识就是在香港谈不出结果来以后，后来双方在书信往来的时候提到说，我们海基会在香港的代表去谈判的时候呢，有提出好多的方案，其中一个叫第8个方案，口头这么讲，就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然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但是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那海协会呢就问说，你是不是同意我们就用这个，然后用一个附件来问海基会，海基会再回函说不表异议，也就是说接受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个第8个方案。因此两会呢就恢复了海峡两岸呢就恢复了来往，后面有签很多协议，还有各种的交流往来。所以我想赵春山教授呢他讲的他对中国国民党提的建议应当要回到这个9·2共识的原始基础上，就是双方都同意共谋国家统一，然后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提出一个我们的方案来看看说怎么样谋求国家的统一。但是后来在这个1992之后中国国民党还有整个台湾呢，好像都把它坚持放在所谓的一中各表只谈各表而不谈一中。这一点呢，我相信是大陆觉得很感冒，而大陆也觉得不能接受的。那当然民进党更进一步了那不谈一中也不谈各表。那如果这样下去，我们两岸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突破性的进展？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正向或者良性的发展的可能。那说到这个陈启玉他说他是涉及光电弊案，他是当年这个台盐下面的子公司台盐绿能台绿的董事长。这个光电弊案到底是什么，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其实这个光电弊案呢，就是涉及那个农地怎么去种电，七股区的农民对这个有很多意见，所以我们应当认真讨论一下，到底这个农地怎么规划，怎么利用。